全员通知，我们成功上市了。沈董，您一天假都没休过，这次总算能歇歇了。好吧，那就破例给自己放半天假。沈瑶，听我一句劝，别当王爷的妾。听说王爷体力超强，没有一个侍妾能承受。这具身体的主人也叫沈瑶，为了给母亲筹药费，卖身进燕王府。王妃想把我和茉莉都提拔为燕王的侍妾。我好好一个姑娘，当什么低贱的妾？等会儿咱们见到王妃，磕头求她收回恩典。我宁愿嫁给马夫，也不想守活寡。古代社会皇权至上，身为丫鬟，命运全凭主子拿捏。我前世能把濒临破产的公司做到上市，这辈子绝不当任人摆布的咸鱼。我要往上爬。沈瑶、茉莉、王妃召见，还不出来？沈瑶、茉莉，你们可愿意当王爷的侍妾？回王妃，奴婢已有心上人，奴婢不能负了他的深情。你呢？奴婢愿意伺候王爷，为王妃分忧。又是个自诩美貌不自量力的女子，这后宅里美貌最不值一提。既如此，我便抬你做妾室，赐住芳菲院，赏50两纹银。创业第一部独立的办公室和50两创业基金到手了。创业第一部独立的办公室和50两创业基金到手了。这丫头生得貌美，你说王爷能宠她几日？美则美矣，胸无结膜，空有皮囊。老奴猜测，沈氏最多得宠半月，过段日子再买些漂亮丫鬟进府。旧人失宠，总得添些新人。是。算算日子，王爷南巡也快回来了。王妃可要将王府修整一番，添些鲜活漂亮的花草，迎接王爷归来。何必做这些没用还费钱的事？沈瑶，你这是往火坑里跳。去年那个主动伺候王爷的丫鬟，前些日子已经疯了，跳水自尽。我自有打算。哎呀，我刚来王府，对王府还不熟悉。我问你们，王爷何时回来？回主子，王爷1月后带太子爷南云，应该2日后回伍。王爷年岁多少？家庭关系是什么？喜好是什么？喜欢吃什么？有什么日常爱好？王爷是当今皇帝的2皇子，今年20有8。后宅有一个正妃，3个侧妃，若干庶妃侍妾。王爷喜欢骑马杀剑读书。很好，感谢你们接受采访。这偏僻的院子简直像鬼屋。不行，必须得装修门面。这偏僻的院子简直像鬼屋。不行，必须得装修门面。皮肤水分不足，太瘦了。要得到王爷宠爱，身体也得跟上。听说他十分强悍，我得努力强身健体。主子，您这是在？
锻炼身体。芳菲院的沈氏住得可习惯。说来也怪，沈氏今早派丫鬟去花房要了花束和菜种子，还让太监修补院墙。农户出身，眼光也就这么点儿了，由着他去。派人去学堂盯着，不许两个孩子胡闹。后日王爷南巡归来，要不让两位小主子休息一日，迎接王爷？耽搁学业，得不偿失。谢主子赏醋。沈主子，咱们院子真好看。主子，你想种菜吗？留着自有用处，等有心人栽种。王爷今日回来，我想偷偷去瞧一眼。啊，这只是偷看，不冲撞他，咱们低调些。沈瑶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劝你还是省省吧。就算你把王爷勾去，也留不住。见到主子不问安，居然还在大言不惭，你哪来的胆子？就算你把王爷勾去，也留不住。见到主子不问安，居然还在大言不惭，你哪来的胆子？这沈瑶竟然成主子了。不过不得宠的侍妾，一生被困在四四方方的后宅，还不如丫鬟自由呢。奴婢给沈主子请安，奴婢还要去花屋办事，就先离去了。去吧。我就等着看你的笑话。王爷来了！这相貌放到现代娱乐圈，妥妥成顶流。男人鼻子高挺，四肢强悍，再看门口这些娇滴滴的女眷，身体素质估计一般。要留住他的心，必须得身体契合，灵魂契合。主子，咱们不去向王爷请安吗？王爷是一家之主，今晚自然该由燕王妃伺候。我现在去抢人，会引得燕王妃不悦，机会要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如烟在何处？昨日风大，如烟妹妹头疼不止，请了大夫医治，如今她在房里休息。却没一个能让我舒心的人。岁月终是无情。王爷，明日妾身还要去宫里拜见母后，实在不敢耽搁。也罢，先歇息。今天偷偷见到燕王，我越发坚定了锻炼的决心。我一定要胜过其他女子，我得努力。真正的卷王，哪怕是睡觉也要卷身材。王爷，今晚您打算宿在哪处？奴才也好提前安排。去七雪阁。给王爷请安。如烟最近身体可好？回王爷，妾身体安好。王爷，让妾服侍您更衣。你手寒，让丫鬟打一盆热水泡手取暖。王爷，您嫌弃妾身？本王还有公务在身，改日再来看你，早些歇息。妾身遵旨。主子，王爷难得来咱们七雪阁一趟，您怎么不留着他呢？看方向，王爷应该是去张侧妃那里了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，终究只是个梦。主子，春天到了，要不咱们在院子里种些别的花，兴许王爷看见了会高兴呢。人人都想当盛开的牡丹，我唯爱梅花高洁之姿。
王爷，张侧妃好像又在吃肘子。今晚王爷要宿在张侧妃处吗？不去。王爷，芳菲院那边新住进了一位主子，听说相貌1等1的好，不如今晚去瞧瞧。王爷来的突然，主子正在沐浴，还请王爷稍后。大胆奴才，哪有让王爷等的道理？请王爷恕罪，妾身还在沐浴。请王爷恕罪，妾身还在沐浴。叫什么名儿？妾身沈瑶。王爷，辛苦你了。王爷南巡更辛苦。你怎知本王南巡辛苦？回王爷，奴婢是南方人，前2年才举家来到燕京。奴婢年幼时见过南巡的大官，1月内他们要查各蓟县的事务，倾诉冤案命案，四处奔波为民办事。王爷都晒黑了，也瘦了。这女子真的好爱我，如果不是爱，又怎会注意到这些细枝末节？差点没把老娘给累死，还好我天天健身。一醒来便能缠到王爷，真是让人开心。本王得去处理公务了，晚些再过来陪你。那妾身乖乖等王爷，您金口玉言，可不许耍赖。王爷真以为我倾慕于他，眼神可是能作假的。哼，我抱着他就跟抱着个会发光的大金元宝一样，我才不爱他，我只爱钱。王妃，王爷都在沈氏那儿连歇3天了，要不要给芳菲院送碗避子汤过去？不必管他，随他去吧，全当看场好戏。就凭他那上不得台面的出身，哪怕真怀了子嗣，撑死也就混个庶妃。主子，听说王爷天天都在沈氏那儿歇着，咱们要不要想想辙，把王爷请过来？以色侍人哪能长久？沈氏也是个可怜人，架在火上烤还不自知，反倒以为自己正走鸿运。我可半点看出来沈主子哪里可怜。芳菲院的金银珠宝都快堆不下了，连下人都跟着沾光。我倒好，天天一身白伺候着，活像是在奔丧。这王府后院真是奇了怪了，妾妾们全部争宠，一个个躺装死，真没出息。看我怎么卷死这帮闲人！主子，你眼下正是风光的时候，听奴婢一句劝，赶紧怀上王爷的骨肉，这地位才算稳固。急什么？我这身子骨还虚着呢，暂不宜有孕。主子说到底还是农家女，眼皮子太浅，王爷的恩宠哪能是长久的？莫非他也学柳如烟那套，在这儿葬花？
王爷，您可算回来啦！在忙什么呢？种菜呀。妾身穷苦出身，瞧这块地空着也是浪费，拿来种花太可惜，倒不如种些实用的蔬菜。如何种？得先撒种，再盖上一层薄土。王爷，您要不要也来搭把手？可有意思了。听着倒挺新鲜。左边归王爷，右边归妾身。等我这边的菜长熟了，您可不许过来顺手牵粮。富贵总管，王爷和主子正忙着呢，您要不要也体验一把？挺好玩的。咱家可弄不来这些。没关系，玉香可以教你呀。种菜好像还挺好玩的。王爷，这白菜长势快，不出1个月就能吃了。茄子和番茄就得慢慢熬，2、3个月才能结出果来。主子，您昨夜劳累，今晨就别围着院子跑了吧，绝不能偷懒，这波必须卷死他们。主子，您怎会由着王爷去碰那些泥土啊？为了让他能时常惦记着我。但凡是自己倾注了心血的物件，人总归是会多留几分心的。下月就是府里的春日宴了，妾身打算去趟裁缝铺，给院里的妹妹们挑些新料子。你是当家主母，这些琐事你定夺即可。还有装饰，下午刘侧妃不慎落水晕了过去，醒来后一直闹着要寻短见。王爷若是明日有千暇，不如去看看他吧。本王明日自会去瞧他。竟下雨了，本王亲手种的那些菜，想必该冒芽了吧？明日得空去瞅瞅。这一场急雨，又不知打落多少花瓣，才开了没几日，就这般被雨水无情摧残了。这花开花花落，难道不是常理吗？我真的好困啊！苍天有眼，我还活着，我没有被削成人刍。这辈子我绝不再争宠了。只有那些安分守己的女人，才能得个好下场。多谢老天爷开眼，让我重活一时。安安心心当条咸鱼。太子皇兄，二哥，今儿御史大人可都盯着呢，咱们这地定得挖得尽心心力才是。皇兄何必用这种眼神看我？做弟弟的心里可是怕得很呢。父皇这是在敲打我，哪怕太子倒了，还有个燕王顶上，这皇位永远轮不到我。你这双手从未碰过泥腿子的活儿，能成吗？皇兄只管歇着，交给我。我的身子撑不了太久了，这庆国的亿万基业，
到底还是要托付给远景的。王爷，沈氏再讨您欢心，您也别冷漠了旧人。刘侧妃昨日刚落了水，您于情于理都该去探望一二。本王要去谁的院子，还轮不到王妃来教。是妾身未悦，王爷息怒。至亲至疏夫妻，他看我的眼神，竟像看个外人。天下男儿果然薄情。巧儿，本王看你来了。前世他下令削我人棍时，也是这般平静。这活阎王，必须离他远点儿。王爷，妾身病体未愈，今夜恐怕过了病期给您，不能伺候了。无妨，本王今夜只歇在这儿陪你。王爷，妾身实在身子难受，恐扰了王爷清梦，还请王爷移步别处吧。既然病得起不来床，那就给本王好好养着。主子，您好端端赶王爷左肾，您瞧瞧，王爷这又是去芳菲院了。那沈氏最近尾巴都翘上天了，咱们就该借机压压他的气焰啊！爬得越高，摔得越碎。他现在越得意，日后就死得越惨。前世沈瑶也曾捧上天，可也就风光了短短1个月。就算我不动手，他也嚣张不了几日。本王念旧情来看他，他病了一场，竟敢给本王甩脸子！哼！富贵，即日起，明月院的份例全降，按最下等的侍妾标准给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刘侧妃这莫不是落水把脑子泡坏了，敢把王爷往外推，作死也没这么作的。吓死我了！王爷身手真厉害，多谢王爷救命。这等粗活让下人干便是，若是摔坏了，本王唯你是问。王爷，咱们院里统共就俩丫鬟，玉香、玉兰胆子跟针篦似的，妾身胆子大，我不上谁上啊？富贵，明日去挑个老道的嬷嬷，再拨2个机灵的小太监，送到芳菲院候着。回王爷，奴才记下了，明日一早就安排妥当。瞧瞧，这就是得宠的好处，我简直太爱王爷这笔资产了。哼，凭什么妾身和王爷一块儿下的重？您的菜就长得比我这粗壮，还不是因为我昨晚让玉香偷偷给你的菜多上了2瓢肥。瑶瑶手劲儿小，坑挖的浅了些，这根自然扎不深，长势不如本王也属正常。你给我等着，等菜一熟，我第一个就去偷你的。你给我等着，等菜一熟，我第一个就去偷你的。这小妮子一肚子坏水想偷菜，本王往后得时常来盯着才是。主子，坤月来人了，说王妃有请。无缘无故的，王妃请我做什么？春日宴要到了，王妃刚进了一批上等料子，正叫后宅的主子们过去分赏呢。等我洗净这脸上的草药，立马就去。我还当是王妃终于忍不住要发难了呢。这后宅的妻妾一个个全在装死摆烂，我这个卷王真是无敌多寂寞啊！妾身给王妃请安，各位姐姐安好。既然人齐了，便散料子吧。沈氏，这几日王爷最疼你，这头便由你先拔吧。妾身惶恐，妾身位卑，哪有越过各位姐姐先挑的道理？王爷的心尖宠，自然是担得起的。既然王妃赐恩，那妾身就厚颜受了。玉香，把这匹收了。沈瑶妹妹，你还是再看看别的料子吧。我就相中这匹了，玉香还不报上？完了，主子这是彻底没救了。王爷，你也别怪沈氏，
他出身贫苦，看到好东西就占为己有，也能理解，也是人之常情。王妃，您看得下去，老奴可看不下去。那沈氏仗着王爷宠爱，第一个抢布料，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。最近我是不是太纵着沈瑶了？居然恃宠而骄，贪下最好的布料。你去打听下，今日沈瑶是否第一个挑布料，拿走了浮光锦。我曾因宠妾被母后呵斥，绝不能重蹈覆辙。王爷，的确是这样。那浮光锦价值颇高，沈主子喜欢也是人之常情。贪婪骄纵，引人不喜。这沈氏可惜了。这沈瑶也实在是蠢。刘嬷嬷，可以开始寻些美貌姑娘了。沈瑶失宠，总得用新人补上。王妃放心，奴婢这就去办。从来薄幸多男儿，多负了佳人意。那沈氏与我，也算是同病相怜。摊上这样的主子，我能怎么办？那沈瑶也太贪心了，我都提醒她了，她还抢布料。过段日子咱们去找沈瑶玩，我给她送点肘子，吃饱了心就不痛了。主子，如今沈氏失宠，咱们要不趁机干掉沈氏？不需要动手，斗来斗去没意思，新人源源不断，我只想保住我和孩子的命，在角落看戏就好。这都5日了，沈瑶怎么还不来认错？只要她来，我便顺水推舟原谅她。她还没来认错？没有。要不奴才去提醒一下沈主子。你再看看本王种的菜长势如何？是，奴才这就去问。沈主子年轻，脑子不好使。你是王府的老人了，怎么你脑子也生了锈？还不赶紧让沈主子打扮一番，去书房给王爷请罪？那浮光锦价值千金，唯有王爷和王妃能用。沈主子胆大包天，你们这些奴才也不知道劝着。沈主子病了，暂时没办法见王爷。病了？是啊，主子得了那匹价值千金的浮光锦，熬了几个通宵夜给王爷做衣服。衣服刚做好，人就病了，现在还躺着呢。这沈主子好生聪慧，你跟了沈主子，将来前途无量啊！还要谢谢富贵总管，给奴婢安排了这么好的差事。瑶瑶，王爷，我家主子这几日昼夜不停，一直为王爷做衣裳。王爷，我家主子这几日昼夜不停，一直为王爷做衣裳，说要给王爷一个惊喜，身子都熬坏了。看一眼就知道极合身，一针一线都是他的心意。我居然还以为他贪婪骄拒，差点辜负了他。回王爷，沈主子身体虚弱，内亏有损，有轻微方烧，微臣立刻开一副药方为沈主子治病。快些去。你是第一个亲自为本王做衣服的女人。装病真好用，衣服尺寸我早就摸清楚了，剩下的全靠容嬷嬷他们的绣工。
王爷，瑶瑶，可好些了？那件衣服，王爷试试是否合身，不合身的话，妾身再改改。很合身，质疑辛苦，以后这种事还是交给下人做。妾身亲手做的衣服和其他人不一样，怎能让别人做？王爷不要责备妾身。那日妾身看到浮光锦，他真的好爱我。听话，养好身子就是对本王最大的好。本王让内务府挑选了几匹好料子，已经派人送来，给你裁制新衣。老娘演的好假，吃醋又傲娇，真可爱。还是本王的种菜技术更厉害啊！每日让太医去芳菲院给瑶瑶把脉，她生了病定然不爱吃油腻的食物，让后厨房研究些新菜式。奴才遵旨，王爷心尖上的人，奴才们自然会好生伺候。怎么回事？沈瑶她为何又得宠了？主子，剩下的半匹浮光锦，要不让奴婢也给您做一身衣裳，边角料可以做些香囊。你把这半匹浮光锦送出王府，找个布坊卖了，谨慎些，莫让人发现。好嘞，奴婢这就去办。主子，新买的药材到了，放到橱柜里藏起来。主子您正得王爷宠爱，为何要服用避子汤呀？你不懂，生孩子也要时机合适。我现在体质太差，生孩子不仅危险，还会留妊娠纹。男人嘴上说爱，看到干瘪的身体照样会嫌弃。我必须先把身体调理好。到药渣搞得神神秘秘，难道这药有问题？掌柜的，把最好的布料拿出来。下个月春日宴，我家王爷定要用这浮光锦制衣，在气势上碾压燕王。哼，我要这匹，不过怎么是半匹？今年制作浮光锦的产地受灾，能有半匹浮光锦已经不错了。院子里的萝卜苗和白菜苗已经可以采了。玉兰，你等会儿去厨房要些鲜肉、辣椒和铜锅。今晚我要在院子里煮火锅。是出门迈步遇到麻烦了吗？回主子，今天我在后院门口看到茉莉，她怀里藏着东西，偷偷摸摸前去燕京的药铺。她怀里藏着东西，偷偷摸摸前去燕京的药铺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玉香，火锅还需要一些香料，你再去燕京铺子跑一趟，买香料的同时查查茉莉去药铺的原因。主子放心，奴婢这就去。主子，我问过药铺的伙计，他说茉莉带来了一包药渣给伙计辨认，那包药渣是避子汤的药材。主子，咱们必须早做防备。今晚请王爷来吃火锅，那避子汤的事，我自有办法。
王爷，您回来了。这是在吃什么？火锅呀。王爷尝尝，春日夜晚凉，就适合吃火锅。王爷多吃点儿。这辣椒汤里的肉很好吃。那是自然，妾身爱吃辣。辛辣对肠胃不好，少吃。妾身喜欢吃辣，偏要吃。可以适当吃辣，但不可多吃。太医说你身子弱，脾胃虚。王爷尝尝，这是妾身亲自种的菜。瑶瑶，你种的菜长势不好。来人，把本王种的青菜摘些过来。好吃好吃，妹妹这个汤料好吃了。好吃就多吃点，不过肉要烫熟了才能吃，否则会引发腹泻。先吃饱再谈其他。再来一盘肉，要肥肉，五花肉，不要瘦肉。再来一盘肉，要肥肉，五花肉，不要瘦肉。少吃，少盐。王爷，您嫌弃臣妾胖。王爷，沈妹妹，感谢两位的款待，妾身这就回去了。对了，沈妹妹，下回你煮火锅记得叫我。好，玉兰，去橱柜里取些山楂丸，送给张姐姐消食。嘘，不要惊扰王爷。主子，您深得王爷宠爱，应该趁机怀孕，怎能每次都喝避子汤？他居然偷偷喝避子汤，难道他对我的爱都是虚假的？玉香，我深爱王爷，自然愿意为他生儿育女。可我出身贫寒，身子孱弱，此时若是怀孕，将来生孩子必定一尸两命。我想养好了身子，再为王爷生儿育女。我想活得更久一点，我想陪王爷度过一生。敢动就赶紧给我升职加薪！主子，您不像王府其他的主子，您没有靠山，服用避子汤的事，万万不能让王爷知晓，否则他一定会误会您。原来是为了我，他无背景无靠上，竟冒着风险喝避子汤，只为了能和我长久相伴。主子您放心，奴婢办事周全，避子汤的药渣都扔在荒地里，肯定不会被发现。你先退吧。燕王可是我的金山银山，他平安，我才能平安。王府后宅向来如一潭死水，只有他像一团蓬勃的火焰，我要呵护他一辈子。你下去避子汤的事，不得宣扬。奴婢告退。
沈瑶，我看你还能狂多久？这王府的宠妾我也能当。王妃那沈瑶实在不识抬举，要不将她服用避子汤的事告诉王爷？没孩子傍身，我看她能活多久。春日宴后将那姑娘送进来，程记和程真的课文背完了。夜已深，两位小主子已经睡了，课业明日再背也不耽误。课业不可荒废，我把一辈子压在他们两个身上，付出了无数心血，绝不能功亏一篑。程照和程真怎么又感染了风寒？夜晚天寒，程照和程真背书到深夜，过于刻苦，这才病了。诗文辨字讲究循序渐进，孩子还小，切忌摇苗助马。王爷说的是，我的儿子将来要继承整个王府，现在吃苦，未来才会有好日子。王爷，妾身近日听闻了一件事，想来还是让王爷知晓才好。王爷，您最近宠爱芳妃院的沈氏，只是妾谢听闻，那沈氏私下里竟然偷偷饮用避子汤，实在是辜负了王爷的心意。你从哪里得知避子汤的事？王爷居然不生气，难道他爱上了沈瑶？不行，我必须除掉他。是府里一个丫鬟前来告密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所以妾身才选择告知王爷。不用理会，那避子汤是本王秘密送给他饮用。还以为王爷爱上了沈瑶，果然是想多了，在他身上花心思都不配。你去找那茉莉，罚他20卷，让他管住自己的嘴。老奴马上去办。以前我的手也如青葱，可现在是满书简。抓住他，打20棍！运气好没有被打死，那就喝了这碗汤药上路。刘嬷嬷，不要杀我，我愿意侍奉王爷。算你运气厚，生了张漂亮的脸蛋儿。沈瑶，你给我等着！你能爬上去，我也能爬上去。沈瑶，你给我等着！你能爬上去，我也能爬上去。主子茉莉的事打听到了，打了20棍，忽然又把茉莉送到偏院养伤，看来是准备培养茉莉当侍妾了。主子，那咱们得早做提防。宠妾不是人人都能当的。明天让吉祥和德顺在后院栽荷叶，撤下蔷薇种艾草。夏天把桃花树换成紫薇。记下了。主子，您母亲来信了。如果她是真心关心我，我可以救济；如果想吸血，也别怪我不认人。二嫂安好。原来是恒王驾到，宴会还未开始，您先入座稍后。前段日子得了一匹浮光锦，专门做了一身新衣裳，特意穿来赴宴。听闻燕王兄后宅佳丽3000，不知今日能否窥点美色？柳侧妃嫂嫂，你还是喜欢穿校服啊？本王还以为王府天天办丧事呢。柳侧妃嫂嫂，你还是喜欢穿校服啊？本王还以为王府天天办丧事呢。这柳如烟，春日宴这种热闹场合，她还要穿一身白。张侧妃嫂嫂，今日宴会美食多，您敞开胃口吃。好呀，谢谢恒王的提醒。刘嫂嫂，王府是闹饥荒了？嘿呦，二哥不愧是贤王，自己的女人都吃不饱饭呢。我绝不敢惹恒王，他将来可是要造反的疯子，我只要低调保住命就行。庆岳边境战事频起，王府女眷节衣缩食，也算是为边关的将士们出一份力。
二嫂莫要找借口，边关将士不缺衣食，燕京依然富庶。我看燕王兄就是抠门，连自己的女人也照顾不好。王妃安，恒安安。哼，庆月边境战事频起，王府女眷竟打扮得如此华丽，也不知为边关的将士们出一份力。边关将士不缺衣食，燕京依然富庶，我燕王府自然也不寒酸。主子，恒王身上的衣料是浮光锦，好生眼熟。玉香，当初你卖那半匹浮光锦时，有人跟踪吗？玉香，当初你卖那半匹浮光锦时，有人跟踪吗？主子放心，那天我出王府，头戴帷帽遮面，身上的衣服也换成普通样式。卖完浮光锦后，还绕着大街走了好几圈才回府，肯定无人察觉。主子，您一年四季都穿银白浅素，不如换身鲜艳的衣服。艳丽则俗，任凭燕王打扮的玩偶罢了，真是可怜，彻底失去了自我。柔儿莫怕，今日大庭广众，他不会欺负你。云庭哥哥，今日我不该来的，万一惹公主生气。莫怕，有我在。我叫谭台柔，姐姐你是哪家千金？妾身是燕王的侍妾沈瑶。朝阳公主到。本公主在这里盯着你，别想勾引燕云堂，她是我的驸马。公主殿下，您误会了，臣女没有勾引云庭哥哥。少在这里扮可怜。朝阳公主，您地位尊贵，应该坐上座。本公主同这位姐姐是闺中好友，想坐这里和她聊天，你管得着？父皇都管不了我，你要是愿意当本公主的驸马，倒是可以管我。父皇都管不了我，你要是愿意当本公主的驸马，倒是可以管我。云庭哥哥，是我惹公主生气，你不用管我。公主地位尊贵，但仗着自己的身份欺压弱小，会引人诟病，还望公主自重。你是哪家千金？以前没见过你啊。妾身沈瑶，王爷新纳的妾室。哇，我还以为二哥的女人都寡淡无味，没想到你打扮的这般漂亮。我二哥肯定很宠你吧？王爷待妾身极好。我二哥薄情，见一个爱一个，你得早点生下孩子，才能保住自己的富贵。多谢公主提醒，我可不是什么循规蹈矩的死板女人。三哥身上的衣服料子似乎是浮光锦，哇，他为了让二哥丢脸，下血本了。今天二哥的风头又要被三哥抢了。太子到！各位起身。良辰到，春日宴开席。君若天上云，安似云中鸟，相随相依，映日于风。太子兄长，二哥欣赏歌舞多没意思。二哥，你新纳的小妾沈氏看起来能歌善舞，饱读诗书，要不让她上台一舞？我本是个农女，设定要是现在大放异彩，必定招来灾祸。可要是直接拒绝这恒王，又得嘲讽我出身卑贱，燕王眼光低劣，横竖是死局，我只能找个垫背的挡枪了。本王的侍妾不是外面的歌姬舞姬，三弟不可逾越。小气。沈瑶二哥还真宠你，大庭广众袒护你。
刺客，有刺客保护太子！这可比我以前玩的恐游戏刺激多了。你们保护公主走，主子，咱们也躲吧。你先躲起来，我要去保护王爷。王爷，这燕王武功深不可一抬手就能捏死这刺客，压根不需要我救。但我这个宠妾人设必须立稳，不冲上去挡一下，怎么显得我深爱他？跑快点，可别让燕王提前把人杀了！王小仙！好痛！我刚刚居然梦到公司上市，我躺在钱堆里去夜店找男萌玩游戏，结果出门就被车撞了，真是吓死我了。王爷刺客，你没受伤吧？本王无碍。王爷，太子殿下在书房等候，说有要事商谈。照顾好沈小姐，若有差池，唯你们是问。主子您可吓死奴婢了。屋外的艾草3日内必须种好，水池里的荷叶容易腐烂，让吉祥得顺每天检查5次，还有窗帘换成浅绿色。经此一事，我在燕王心里的分量可就彻底不一样了。我不再是个可有可无的侍妾，而是他的救命恩人。而且我还顺手拉了朝阳一把，他也欠我个天大的人情。这顿刀子挨得太值了。主子您赶紧躺着，不要动了伤口。受伤也不能忘了锻炼身体。我得尽快养好这具全弱的身体，我还要健健康康活到100岁，享尽人间富贵呢。那帮刺客是越国人，既如此，那便战。只是镇南侯年迈，不能再上战场，边关只有一个沈修行将军可用，还不够，让上官轩去边关。上官轩明日成婚，迎娶孙将军之女孙青梅。大婚之日让他去边关不太妥当。先有国，再有家，维护庆国安稳才是头等大事。启禀王爷，属下无能。那卖浮光锦的女子十分谨慎，全程头戴帷帽，出了布行便消失在人海中，毫无踪迹。主子芳菲院那位救了王爷，往后王爷肯定待她十分好。要是她日后生下一儿半女，保不准哪日被破例封为侧妃，到时候咱们七雪阁的日子可就难熬了。繁华毕谢，可叹沈瑶一腔深情，最终都会如落花凋零。王爷，这种小事不需要麻烦您，让玉兰来做就好。听话，张嘴。我吃饱了。夏天快到了，这院子还得再添点夏天的景致。主子，王妃来了。给王妃请安。沈瑶，你舍身救王爷，实在难得。
钱，好多钱！母后得知你舍身救王爷的事，派人送了100两黄金，100年人参1颗，褒奖你的功劳。朝阳公主送了你10匹绸缎，本王妃也送了你珍珠2盒，玉镯2对。多谢母后、公主和王妃赏赐。好身子最要紧，早日为王爷生儿育女。回王妃，妾身当然想为王爷生育，可妾身福薄，至今也没能怀上。这可怜的女子，还不知道王爷偷偷把她补身体的药换成了避子汤。你好生养伤。王妃，偏院的莫离伤已经好了大半，可以伺候王爷了。抬莫离当侍妾，次居芳菲院旁边的蔷薇院还空着，让莫离进去住。苟富贵，勿相忘。把容嬷嬷、玉香、玉兰、吉祥和德顺叫来。容嬷嬷，这是20两银子，近日嬷嬷辛劳，这100年人参我切小半截送给你，每日切一点泡水喝，补脾益肺。谢谢主子。这15两你们拿着，你们身上的衣服旧了，等会儿从库房里各自挑1匹布料，夏天到了，该做身新衣裳了。吉祥、德顺，你们各自领15两，再去挑些上好的香料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忙吧，玉香留下。玉香，去内务府要1套文房4宝。胳膊的伤还没有好，又在做什么？瑶瑶还会写字？王爷不知，妾身有一个弟弟颇善读书，前2年还中了举人。妾身在家时看弟弟读书写字，也学了些皮毛。春日宴上，恒王误以为妾身能歌善舞，饱读诗书。可妾身出身低微，不善歌舞，书也没读过几本。妾身不想给王爷丢脸，所以决定笨鸟先飞，多识字写字。王爷再取笑妾身，那我就不练字了。来，本王教你练字。练字不可急功近利，慢慢练，总会长进。王爷，妾身想请您写一首诗，以后妾身每日临摹练习。什么诗？妾身幼时和哥哥去江南游玩，经过一小院，听到里面有人诵读一首《春日宴》。哥哥说，等将来我找到如意郎君，就把这首诗念给对方听。我念给王爷听，王爷教我写。瑶瑶，你诵读一遍。春日宴，绿酒一杯歌一遍，再拜陈3愿。1愿郎君千岁，2愿妾身常见，3愿如同梁上燕，岁岁常相见。岁岁常相见。主子，您若是喜欢练字，明日奴婢再寻些好墨来。好啊，这叫养成系，多的是时间调教它。给我倒杯茶。这么烫的茶是想烫死我！沈瑶，你等着，我会夺走你拥有的一切。
要甚是勤奋。王爷是好老师，妾身也不能当坏学生。我当教书先生，这种感觉还挺新奇。主子，昨日茉莉已经搬进来了。主子，已经打听到了，您母亲和弟弟到了燕京，暂住客栈。今早两人吵了一架，您弟弟去了毒坊，夫人留在客栈绣帕子。替我梳洗，我要去见母亲。主子，等会儿真的要演戏吗？自然，我得探探我娘的品性。来啦！你是？娘，娘，数月不见，三丫头你瘦了好多。三丫头，妈专门找了乡亲们借了10两银子来给你赎身，跟娘回家，咱们不当丫鬟受苦。为了我凑这10两银子，看来娘并不重男轻女。娘，可女儿已经无法离开王府了，我成了王爷的侍妾，那可咋办才好啊？我去给王爷王妃磕头，求他们把你放出王府。什么？三姐你当了王爷的侍妾？三姐你当妾好啊，我不就成了燕王的亲家弟弟，以后在燕京横着走。三姐，你当妾的月银是多少？有10两银子吗？姐姐只剩下1两银子了，剩下的银钱都被嬷嬷抢走。不过弟弟你放心，姐姐一定会努力活着，给你赚钱。我弟弟是举人，终有一日会春位中举。你这傻丫头，留着钱自己用，不要给他这个畜生！娘，弟弟，女儿在王府实在难熬，王爷凶狠，常把女儿折磨得半死不活。其他妾室日日欺负我，丫鬟抢我的东西，嬷嬷动辄打骂。女儿在王妃面前跪了2天，才求到出府见娘和弟弟的机会。你这是？没事的，只是昨晚我不小心冲撞了王爷，被王爷打到半夜，我这胳膊还有他用刀划过的伤，其实就是我这皮肤娇嫩，昨晚和王爷欢好留下的痕迹而已。审视探亲时间结束了，现在随我回王府。今日你还有200件衣服没有洗，别想偷懒。嬷嬷，我许久未见娘和弟弟，您行行好，让我多和他们聊聊。你是王爷的妾，虽不得宠，但绝不可私下见外男。这不是外男，是我弟弟。他满腹才华，将来肯定会高中状元。就他，一个好赌好色的废物，连王府最下等的奴才都不如。刚好王府缺一个稻叶乡的小厮。你这老刁妇，老子撕烂你的嘴！弟弟，听话，不要冒犯容嬷嬷。你这个弟弟年轻，挺适合稻叶乡。嬷嬷，我弟弟3岁识字，4岁背文，
5岁入私塾，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。就他，沈氏，走吧。哼，若是迟迟不回王府，你又得挨板子。娘，您凑的10两银子就留给弟弟娶媳妇儿。女儿不孝，来生再侍奉娘亲。弟弟，好了不起啊！三丫头，三丫头，你们放了三丫头！竟敢冲撞王府的马车，活得不耐烦了！我好歹是举人，你们敢动我娘？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要是状元郎，老子还高看你一眼。一个破举人也好意思在老子面前炫耀，一个破举人也好意思在老子面前炫耀。德顺，打他！你们别打了，弟弟，你带着娘走啊！给老娘用力打！偷娘子救命钱去赌，这种不孝的混账必须打！你姐姐不过是王府最低等的侍妾，王府里人人都能欺负她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给老子提鞋都不配！是你害得你姐姐去了那吃人的王府。如果不是你偷了我的治病钱，你三姐会卖身到王府当丫鬟，会当什么妾？老天爷啊，我为何生了你们这么蠢货？爹死了，大哥战死，二姐受苦，三姐生不如死，这个家只能靠我撑起来了。娘，孩儿一定会用功读书，明年春闱高中，救三姐于水火。不用请罪，你们做得很好。不过此事莫要宣扬。嬷嬷，我那弟弟实在不成气候，你每个月按时前往郊区的文庙，给我娘和弟弟送少量银钱，务必要办得凶恶。主子放心，奴婢一定替您办好此事。沈修明这书呆子必须进官场，只要他有了官职，我就有了当侧妃的资格，到时候再把他塞进燕王麾下，大功告成。玉兰，今晚王爷宿在哪里？主子，今晚王爷去了隔壁的蔷薇院。玉兰，你去取文房四宝，今晚我睡前还要练半个时辰的字。主子，您真好看。沈瑶一个农女能做到的，我茉莉也一定能做到。王爷到！妾身茉莉，拜见王爷。王爷，让妾身伺候您更衣。王爷，让妾身伺候您更衣。又是那种野心勃勃、自命不凡的眼神，和以前那些女人一样，寡淡无趣。好生带着。富贵公公，您说我家张主子能和隔壁沈主子一样得宠吗？你家张主子和沈主子相比，可差远了。都是侍妾，差的能有多远？去芳菲院。果然如此。就像回到家一样。原来没有我陪伴的夜晚，他居然一个人在默默地偷哭。他不敢吃醋，只能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委屈。还在练字，
王爷，您回来了。我不来，瑶瑶还在偷哭。妾身没有哭，王爷看错了。我是真没哭，谁在乎你睡哪个女人啊？我这是刚才毛笔戳到眼睛了。真是嘴硬，眼圈都红成这样了，还在故作坚强。来，本王再教你写一遍。妾身的字写的不好看，请王爷千万不要责罚妾身。教了你好几遍，还没有写好，该罚。沈瑶，你好不要脸！昨晚王爷明明宿在我那里，你居然勾引王爷来你的破院子！王爷的腿长在他身上，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你若觉得不满，当面找王爷说呗。我去找王妃告状，看王妃如何责罚你。主子，王妃若是听信谗言，降罪下来该如何处理？妾是拙劣了的争宠手段，王妃不会搭理。可王爷的心拴在沈瑶那狐狸精身上，哭有什么用？不如想想该如何让王爷去你的蔷薇院。刘嬷嬷，把茉莉送出去。这茉莉实在无用，你过段日子再把新人安排进来。燕王府已经2年没有孩子出生，母后对我已经很不满了。王妃宽心，奴婢已经挑好了一个姑娘，她出身江南，已经在前往燕京的路上了。我的骨头都要散架了，沈瑶居然能承受得住王爷，王爷也太强了。无趣，还是沈瑶那里干净香软，没有蚊虫，只有艾草香。身上还不舒服？王爷，今晚您还是放过妾身，让妾身好生休息。本王今晚只陪着你，本王今晚只陪着你，不做其他的。妾身才不信。哼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怪不得那么多女人当咸鱼摆烂。我这天天加夜班，腰都快断了。王爷，今晚您还是回主屋歇歇。王爷，您接下来几日要宿在东宫，和太子爷商议边关之事。为了您身体着想，今晚还是早些歇歇。王爷，妾身特意做了2个艾草绒枕，2个香囊，送给王爷安眠。这还是第一次收到女子送我的枕头。富贵，收着，瑶瑶好生歇息，等本王忙完公事再来看你。恭喜主子，贺喜主子！王爷今晚又去芳芳院了。奴婢在门口偷偷盯着，芳芳院的沈主子拦住王爷的路，妄图勾王爷进芳芳院，但王爷没有去，自行回了主屋歇息。看来王爷的心已经不在沈瑶那里了。只有沈瑶敢正大光明地展示对我的爱意。之前给芳菲院送去的消肿药效果不好，你去宫里找太医，让他们调配1瓶上好活血化瘀药，给芳菲院送去。奴才遵旨。奴才斗胆问一句，之前给沈主子的消肿金疮药还剩了14瓶，是否要全部丢弃？不用扔，全给蔷薇院送去。那女人太瘦了，受不住。上好的药送芳菲院，废弃的药送蔷薇院。看来茉莉主子这朵花开不了多久了。多谢公公。玉香，把我新得的香料送些给公公。这可是遮掩味道的上品，连宫里都不常见，
沈主子，您这药可是太医院亲自调配，虽只有1小瓶，但药效奇佳，可见王爷对您有多上心。还劳烦富贵公公替妾身多谢王爷美意。公公，今晚王爷还来我这里吗？王爷这几日忙于公务，怕是不得空闲。张主子还是好好养伤。沈瑶也太抠门了，居然送个破茄子。公公，我这里没什么好东西，这瓶金疮药送给公公，至少比这丑兮兮的茄子有价值。我亲手种的圆润茄子哪里丑了？听说昨晚沈主子在门口等，王爷他理都没理。可不是嘛，今儿早上富贵公公给沈主子送了1瓶药，却给新来的茉莉主子送了14瓶，这差距。争来争去一场空。刘嬷嬷，你说茉莉能得宠多久？茉莉乃商户之女，虽家世败落，但好歹懂礼节，读过诗书，运气好，也许能得王爷1、2个月的青睐。但愿茉莉能争气点，早日怀上孩子。哼，至于那沈瑶，路是她自己选的，怨不得别人。君恩如流水，一场梦罢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不争不抢，方能平安。姐姐，你院子里也有这么多的蚊子？我不喜闻烟，味道不如梅花清雅。我不喜闻烟，味道不如梅花清雅。我不爱荤腥，佛门讲究6根清净，所以一直吃素。唉，天天吃素，真是折磨。还是当咸鱼好，低调活得久。主子，外面都在传说蔷薇院那边更得王爷宠爱呢。让他得意几天，没必要放在心上。玉兰，让吉祥和德顺在水池边搭个小水溪，务必在王爷回来前搭好。主子放心，吉祥德顺已经去搬运木材了。玉兰，你把容嬷嬷叫来，我有事安排。你去燕京郊的温庙，把这一吊钱交给我母亲和弟弟。你去燕京郊的温庙，把这一吊钱交给我母亲和弟弟。嬷嬷，你知道该怎么演。主子放心，奴婢马上去坟庙。沈瑶，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啦！你这院子也太偏了，我走了好一会儿，脚都走痛了。我怕你心情不好，给你带了红烧肘子。多谢好意，不过我心情很好。失宠没关系，自己活得开心就好。王爷的爱太难求了，你还不如和我一起去吃肘子呢。原来他以为我失宠了，倒是个心善的吃货。你不爱吃肘子，那下回我给你带红烧肉，肘子我先吃了。
真是好大一张床。床大才方便办事吗？若三丫头死在王府，我就算磕破头也要把尸体求回来，买块好墓地安葬她。娘，我出去一趟，中午回来。努力了10多天，终究是一鼓作气再而衰。他脾性还是难改，又想去赌钱了。婶子，我来收布了。婶子，昨天我去燕王府送布，听王府的丫鬟说，那燕王最近又宠上一个新侍妾。这燕王府后宅的女人过得真是惨。前几个月，有个侍妾不堪痛苦，跳水自尽了呢。三姐在王府水深火热，我却在这里懈怠。这是2道钱，您的手艺真是没得挑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家三丫头呢？她是不是出事了？路过庙庙，受沈氏的嘱托来给你们送钱，这可是沈氏1个月的月银，好好收着吧。那沈氏实在天真，没用的娘，废物的弟弟，还妄想着弟弟成器，痴人说梦。演个恶人可真不容易，希望沈郎君发达了别找我算账。容嬷嬷，今儿是去哪里？我这是替沈主子办事。沈主子的弟弟在文庙里读书，主子让我每个月送些银钱过去接济。沈主子的弟弟年纪轻轻中了举人，现在来文庙暂住，为明年的春红做准备呢。既如此，那咱家等会儿便去文庙拜访。举子读书喜清静，富贵总管您切莫惊扰。若是耽搁沈主子弟弟的学业，这后果咱们承受不起。这沈修明上进勤奋，乘上燕王的大船必成大器。这燕王府怕是要翻天了。远景，小镇南侯传来消息，他已经找到破局之法。火枪，姑派人秘密打造之火枪。远景，随姑去院子里看看火枪的威力。好强的杀伤力！若筹备一支火枪营，战场上定会所向披靡。火枪的图纸是绝密，绝不可外泄。金屋议事，莫要让蚊虫叮咬。兄长，我没有被蚊子叮咬。这是我一个妾室亲手制作。兄长，太子妃没有为您制香囊吗？驱蚊香囊？莫非又是那沈氏？是他。前几日听朝阳谈起，春日宴上你那妾室拉了他一把，躲开刺杀。下月朝阳生辰，打算邀请沈氏参宴。兄长，我已经派人去江湖寻找莫神医，他一定能治好您的病。喂，小病而已。不知道瑶瑶自恋的怎么样了？院子里的菜长得好不好？那小妮子别是偷了我的茄子，下次出门真该把她带上。只要我努力，一定能生下一儿半女。王爷一回来就来蔷薇院，心里肯定有我。王爷，
妾身已经煮好了热茶，王爷来喝吗？他谁？王爷，这是蔷薇院的茉莉主子，前些日被王妃赐住蔷薇院，您忘了？奇怪，王爷怎会记不住我？富贵总管，王爷特意送了我14瓶的金疮药，王爷怎会忘记我了？茉莉主子，实话告诉你，那14瓶金疮药效用一般，本来要丢弃的，王爷不忍浪费，就命杂家给您送来。王爷给沈主子的药虽只有1瓶，但乃是太医院精心调配，实乃上品。奴婢拜见王爷。王爷回来了，妾身给王爷请安。王爷用过晚膳了吗？王爷用过晚膳了吗？王爷，您这几日公务繁忙，妾身看您都瘦了。等池塘里的莲子成熟，妾身命人煲莲子排骨汤，给王爷补补身子。本王不在的日子，瑶瑶没有疏于练字，不错。妾身要成为书法家，不能给王爷丢脸，自然每日都要练字。哈哈哈哈哈！去屋里。屋里闷热，不好。这倒是不错。外面凉，妾身担忧王爷明日风寒头痛，所以特意让丫鬟煮了风寒汤。万一燕王真冻病了，黑锅肯定砸我头上，必须提前预防。瑶瑶有心了，无论何时，她心里总惦记着我。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，他连我是谁都不记得。主子，莫要生气，兴许将来王爷厌倦了隔壁的沈主子，就想起您了。滚出去！都给我滚出去！难道我要在这个坟墓一样的院子里变成行尸走肉？如果我当初还是当个丫鬟，嫁给马夫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不过是王妃制衡沈瑶的工具，要是没用了，迟早被抛弃。想办法把这包药倒进芳菲院的水缸里。既然争不过沈瑶，那干脆毒死他。奴婢不敢，求主子放过奴婢。办得隐秘些，听话，不然我划划你的脸。这蠢货！吉祥得顺，这么早就来打水啦？原来是芳儿妹妹，瞧你脸上的巴掌印，莫非茉莉主子又打你了？莫靠近木桶！我只是看看。靠近也不行，我家主子吩咐过，打水送食必须时刻有人盯着，不许外人靠近。毕竟我家主子正得宠，万一哪个胆大的家伙往水里下毒，主子可不想被毒死。芳菲院的水，王爷偶尔也在饮用。燕王也在喝，如果毒死燕王，整个蔷薇院都得陪葬。茉莉这个不顾后果的蠢货！奴才也是人，主子把我们当人，我们自会忠心；主子不把我们当人，我们就等着主子跌下来，再慢慢踩死。
主子，院子里忽然传来奇怪的哭泣声。吉祥和德顺已经在找声音来源了，您不用怕。主子，听说芳菲院以前住的侍妾失宠后投水自尽，虽然那已经是3、4年前的事了，可……装神弄鬼，我这打工人的怨气比鬼还重。主子，刚才吉祥和德胜在院子外找了一圈，在玉墙发现粗糙绳索攀爬的痕迹，闹鬼的事应该是隔壁蔷薇院干的。半夜装神弄鬼，不安好心。莫非是最近瑶瑶太累了？没有，王爷不要多想。上朝时间快到了，王爷快去吧。去查查，芳菲院最近出什么事了？王爷，其实这段日子芳菲院在闹鬼。王爷在的时候，芳菲院风平浪静；王爷离开后，哪怕是白日，芳菲院也会有古怪的事发生。沈主子怕惊扰王爷，一直隐瞒此事。主子，您何不把芳菲院闹鬼的事告诉王爷？主子，您何不把芳菲院闹鬼的事告诉王爷？这几日里，您被打扰的心神不宁，寝食难安，人都瘦了一大圈了。王爷日理万机，本就辛劳，我哪能拿这种小事打扰他？这芳菲院以前住过的侍妾投水自尽，改日奴婢偷偷去寺庙里讨个驱鬼符也好。玉香，你去取2段皮革来。我今早发现王爷的靴子面破了一点，我想给王爷做一双新鞋。主子，您总是这般关注王爷。王爷是我的夫君，是我心上人，能够得到王爷的爱已是上苍庇佑，我自然要竭尽所能对王爷好。连我自己都没注意，他却看到了。他身处困境，不愿麻烦我，却还惦记着给我做鞋。闹鬼之事，必是有人在针对芳菲院。你去查查。奴才马上去办。我不主动讲，让他自己去查，他才会觉得我隐忍可怜又识大体。至于那破靴子，今早我拿刀子划的。现在就只等着换大房子了。人生嘛，还有比升职加薪、换大房子更快乐的事儿吗？富贵总管，闹鬼一事查不出真凶。谁说查不到真凶？分明就是蔷薇院在搞鬼。我家主子说了，查不到真凶。哎呦，容嬷嬷，沈主子又在打什么主意呢？主子的事儿，奴婢怎能过问？静观其变就好。王妃，咱们要惩罚茉莉吗？无非是茉莉装鬼，沈瑶告状，王爷责罚。2个无儿无女的低等侍妾，为了眼前虚假的宠爱，狗咬狗，一嘴毛。不用干涉，放任自流。课业没写完，白日里居然偷懒睡觉。母妃，昨晚儿子只睡了不到3个时辰，实在疲惫。你皇爷爷10岁时已经能把4书5经倒背如流，你也10岁，为何做不到？沈瑶情况如何？听说沈氏极为害怕，寝食难安，人瘦了一大圈。这就是出风头的下场，越风光越招人恨。主子，天儿越来越热，内务府送来的凉席太破，闻言难闻。不如趁沈氏最近低迷，主子您想办法见见王爷。粗茶淡饭能果腹，能换来一生平安。锦衣玉食看似风光，可没命享受。哼，
真想换个主子。主子，若是沈氏被鬼吓死，咱们机会就来了。那女鬼也是可怜人，生前得不到王爷的爱，死后怨气不消。唉，自古红颜多薄命。请王爷恕罪，那芳菲院实在古怪，似乎并不是人为。奴才已经派人去青城山，请修为高深的道士前来做法。王爷，王妃来了。何事？王爷，张学士告老还乡，妾身想请王爷出面，邀翰林院的孙学士当孩子们的授课老师。程克和程真白日在国祖监读书，课业已十分忙，没必要在私下里为他们寻教书先生。程克和程真努力上进，将来有出息后也能为王爷分忧。你是为了本王，还是为了自己？最近芳菲院频频闹鬼，沈氏寝食难安，王妃可知此事？此事臣妾有所耳闻，不过鬼怪之事大多乃子虚乌有，过些日子就消停了。你身为王府主母，管理后宅、庇护后宅平安是你的职责。如今倒好，除了孩子，其他事你竟不闻不问，尸位素餐，自以为人淡如菊，算什么当家主母？王爷恕罪，妾身失职，明日妾身会派人前去芳菲院探望。罢了，你先回去。当年美好的旧时光，我竟是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。去芳菲院，我不争不抢，整个燕京哪有我这么贤惠的主母？她偏偏对我越来越不满。王妃，您别哭了，王爷不理解您的苦心。刘嬷嬷，你私下里拿些银钱去找孙学士，程季和程真的课业必须在国子监拔得头筹，孩子才是我唯一的依靠。那些侧妃侍妾的死活与我何干？王爷，您回来了。瑶瑶在菜地边看什么？王爷，咱们种的菜不知为何全部蔫了。王爷恕罪，妾身每日悉心照料这片菜地，没想到竟发生这样的事。还有池塘边的水蟹，下午也莫名其妙倒了。王爷，外面风凉，妾身煮了您爱喝的红枣茶。他明明怕得要死，为了不让我担心，却连闹鬼的事提都不提。本王已经让人把琉璃阁收拾出来，明日你搬过去住。琉璃阁，芳菲院太偏，你住在琉璃阁，距离本王也近些。多谢王爷厚爱，可妾身地位呆微，芳菲院素雅清静，妾身住得很快乐。耶，大房子，面上还是要装一装。听话。王爷，我的金山银山，我好爱。
燕王在芳菲院，我不敢让芳儿扮鬼，但只要他不在，我就能动手。沈瑶这蠢货，连装鬼都没看穿，等他被吓死，我就能翻身了。隔壁芳菲院怎么了？大清早闹哄哄的。回主子，今早王爷传令让沈氏移居琉璃阁，现在沈氏正在安排下人们搬家具，所以有些吵闹。搬到琉璃阁，那可是王爷书房旁的新阁，居然让一个低贱的侍妾去住！沈瑶，你以为搬到琉璃阁就没有鬼了吗？世上的鬼啊，如影随形。王妃，王爷让沈氏住进琉璃阁，可见对沈氏的重视。长此以往，沈氏的风头恐怕只会更盛。王爷从不是长情之人，沈瑶不过是和我置气的工具罢了。王爷想借着沈瑶警告我当好贤妻良母。当初柳如烟住进七雪阁，人人都以为她会夺位，可如今呢？她连1个月见王爷几回都难。哼，沈瑶得宠3个月，回回喝避子汤，至今未孕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既然王爷把琉璃阁赏给了沈氏，本王妃也不能没有表示。刘嬷嬷，你从库房里取10匹绫罗绸缎100两纹银赏给沈氏。她被闹鬼一事搅得心神不宁，我身为当家主母，自然该宽慰1二。江南来的姑娘何时到燕京？半月后到。甚好，等她来了，定能夺走沈瑶的风头。王爷和王妃送来的赏赐又让我的小金库充实了。等时机成熟，我就在燕京买铺子买田。等时机成熟，我就在燕京买铺子买田。水池里的青苔杂物清扫干净，把荷花、荷叶和鱼儿全都转移进来。水池边搭个大点的水榭，里面铺设一张大床。是。院子外的艾草必须种，夏天全靠艾草驱蚊。开辟2个菜地，一个种菜，一个种药材。旁边的小厨房清扫出来，墙角种2棵青梅树。屋子里的家具换成花梨木座椅。把王爷写的春日宴挂在书房墙上。钱不够的话，动用我的小金库去办吧。燕王每次来都要检查我的字，为了升职加薪，得加倍努力。玉兰，进来一趟。你让吉祥和德顺晚上多多留意，芳菲院的鬼兴许会跑到琉璃阁来，看到了就直接抓住。主子放心，奴婢马上找吉祥和德顺做准备。茉莉那小肚鸡肠的性格，看我住大房子肯定气疯了，是时候反击了，最好一击致命。奴婢听说边关的小镇南侯和沈将军强联合，打得越国军队节节败退。那沈将军为了给被越军杀害的家人报仇，发誓要灭了越国。沈将军竟和我同姓，他全名叫什么？本名奴婢不清楚，只知道沈将军前些年改名沈灭月。这沈将军倒是个颇为记仇的男子。藏什么藏？我知道是你。他这人心机深沉，我今晚怕是要没命了。明人不说暗话，你成为我的眼线，替我盯着茉莉的动向。
我不会背叛主子，你别妄想了！我不会背叛主子，你别妄想了！今日落到你的手里，要杀要剐随便。你手腕都是伤，想来在蔷薇院过得很不好。玉兰，给他一瓶金疮药治伤。玉兰，给他1两银子。我是不会当你的走狗。2两。我不会答应你的，你肯定没那么好心。3两。4两。4两银子，抵得上我大半年的月银了。玉兰，收回1两银子。玉兰，再收1两。奴婢愿意帮神主子，奴婢愿意帮神主子。茉莉那贱人克扣月薪，还天天打我，我受够了。神主子，茉莉她除了让奴婢扮鬼吓唬您，还在芳菲院埋了一个诅咒王爷的无辜小人，想找机会告发您。打瞌睡送枕头，茉莉的把柄自己送上门了。好好干事，不会薄待你。以前沈瑶在隔壁还能听到点笑声，现在安静的像个坟场，怪不得以前那些失宠的女人非死即疯。沈瑶有被你吓到吗？自然，那沈氏胆小如鼠，差点被奴婢吓晕。不错，你干得很好。主子，奴婢扮鬼实在是辛劳，手脚都磨破了皮。等沈瑶倒了，我出头的日子就来了，到时候一定给你赏钱。除了画大兵还会什么？还是沈主子的真金白银实在。等过2日，我去王妃面前举报沈瑶身思谷之妇，沈瑶的死期就到了。王爷，您回来了。今儿怎么在门口等本王？王爷让妾身迁居琉璃阁，琉璃阁宽敞漂亮，妾身这2日住得很安心。今天得知王爷归来，特意来向王爷致谢，提供情绪价值，金库才能满满当当。王爷，夏日闷热，沐浴解暑可好？沈瑶，沈瑶，喵玉姐姐，何事寻我？沈瑶，你把院子布置得好鲜活呀！院子特别凉爽，连蚊子都没有。怪不得王爷喜欢你。听说你制作出一种名叫凉糕的食物，好吃吗？能给我尝尝吗？我能带走2桶回家吃吗？果然还是个吃货。我能把剩下的凉糕带走吗？王爷今晚还要吃呢。我用金子买。玉兰，把凉糕全送到美玉姐姐的屋里。富婆姐姐要吃凉糕，要多少我给多少。这位的爹可是户部侍郎，真正的财神爷。除了凉糕，我还会做冰粉、醪椒圆子、薄荷西米冻冻。只要你愿意掏钱，我一定每日给你做。好呀，一言为定。不过薄荷西米冻冻是什么呀？沈主子，王妃请您过去一趟。
王妃莫非也想吃凉糕？哼，还请刘嬷嬷稍后片刻，容我更衣。主子，蔷薇院的芳儿今早来传消息，说茉莉去了王妃那里告状，污蔑主子行巫蛊之术。都安排好了吗？主子放心，玉香姐姐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早早把东西换了。给王妃请安，给各位侧妃姐姐请安。茉莉，把你在芳妃院看见的东西再说一遍。回王妃，妾身今晨觉得烦闷，看芳妃院虽无人居住，但花草丰曼，美不胜手。于是便去芳妃院散心，谁料走到一棵桃树下，瞧见那桃树下有个土堆，妾心生好奇，翻开土堆，看到一个盒子，盒子里面埋着一个木头人，木树上还有诅咒王爷的恶毒之言。妾身心里委屈，这分明是诅咒人的巫蛊之术。芳妃院之前是沈瑶居住，这东西十有八九是他埋的。妾身不敢隐瞒，只能来找王妃求助。不可能，我住的芳妃院绝不可能有那种东西。王妃，妾身万万不敢做那巫蛊之术，还请王妃明鉴。妾身真是百口莫辩。我亲眼看见的木头人能有假？难道要等人亲自把那木头人挖出来，扔到你面前，你才肯认罪？这诬陷破绽百出，他竟连查验布料字迹都不会，果真是个空有美貌的草包。沈氏，王爷待你不薄，你竟私行巫蛊之术，先罚你禁足琉璃阁，等王爷归来定夺。禁足令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唉，他真是可怜，至少风光过，也不算太可怜。至少风光过，也不算太可怜。我这偏安一隅，倒也落得清静。王妃，这分明是有人在故意诬陷，还请王妃明察。等王爷回来定夺，本王妃罚了。各位妹妹先回。婶子，今日我去王府迈步，听说有个姓沈的妾室被人诬陷实行巫蛊之术，恐怕她不死也要被贬为低等丫鬟了。姐姐身陷囹圄，我必须努力读书，考取功名。奇怪，今日瑶瑶为何不在？莫非是天气炎热，生了病？妾身有一事，不知该如何定夺，只能请王爷做主。你是王府主母，内宅之事可自行定夺。回王爷，琉璃阁的沈氏行巫蛊之术，人赃并获。巫蛊之术，这歪歪扭扭的字迹绝对是沈瑶的。回王爷，妾身偶然发现这只木头人，妾身担忧王爷的安危。茉莉也就是从新灭云国族，不敢隐瞒，才向王妃揭穿沈瑶的恶行。这
这木头人怎么和我放进去的不一样？心口哪来的血？哪来的红线？我对他那么好，他竟私下诅咒我。难道他表现出来的神情全都是伪装？去琉璃阁。沈瑶完了，属于我的圣宠终于要来了。王爷，您回来了。沈瑶本王待你不薄，为何要诅咒本王？沈瑶本王待你不薄，为何要诅咒本王？不是这样的。这木头人上的字迹是你刻的，难道你还想否认？这字迹是妾身亲自刻的，可事情不是那样的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想狡辩？沈瑶，你对本王表现出来的情谊，可有一分是真的？王爷，您竟然怀疑妾身对你的情，你太过分了！来人封锁琉璃阁，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不许沈氏迈出半步。你什么时候知道错了，再来找本王认罪。和富贵公公说过了吗？主子放心，富贵公公很喜欢那款鼻烟壶。给王爷请安。内务府没有给七雪阁发文烟，文烟味道难闻，妾身不喜欢用。没带沈瑶做的香囊，这地方真待不下去。这萤火虫飞舞，甚是好看。梦里有时身化鹤，人间无数草为营。有时候真想变成萤火虫，撇去人间的烦恼。回书房。自古男儿多薄情，沈瑶和我都是可怜人。主子，咱们院子的蚊子太多，要不奴婢点文烟去污？我不爱文烟的味道，不如梅花清香。王爷，奴才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王爷，沈主子待您情深意重，实在不太可能行巫蛊之术。且奴才之前偷偷瞧了一眼那木头人，不太像行巫的工具，上面没有诅咒的恶言，没有银针扎心，有的只是主子和沈主子的生辰八字，实在有些古怪。你拿着这个盒子去玉清观找个德高望重的道士看看。本王想知道沈瑶做的这个小孩到底有何古怪。奴才马上去办。不知不觉，他竟占据了我生活这么多。没想到啊，那沈瑶居然是个蠢货，不知道为自己辩解，还傻乎乎的说百口莫谣。快打开我的衣柜，我要挑选一件漂亮的衣裙，明日去伺候王爷。
小姐若是快马加鞭赶路，还有10日。我叶家世代经商，如今家族生意没落，我嫁入燕王府当侍妾，也许对我叶家的生意有帮助。说说看，那木头人是哪家巫蛊之术？王爷，您误会神主子了。奴才连夜请了玉清观的清风道人查看，清风道人一眼看出，这是岭南一带的平安咒。平安咒，这是岭南一带的平安咒。平安咒，岭南一带常有流寇，妻子担忧丈夫，便刻平安咒，心口刻丈夫8字，后背刻自己8字，以鲜血和红绳为引，埋在树下。若丈夫遇险，或是会由妻子挡下。神主子是南方人，他这是想替王爷挡灾啊！是我错了，他不顾生死为我挡箭，烈日下等我回家，我居然怀疑他。去琉璃阁。这神主子真是高明，回回绝境逢生，还能让王爷更信自己。王爷已经封锁琉璃阁，这位主子请回。王爷封锁琉璃阁，不许沈瑶外出，可没说不允许外人探我。沈瑶，你也有今天啊！行巫蛊之术诅咒王爷。我想今日白灵和毒酒就会送上来。死期将至，你居然还有心情吃东西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搞事情。你少在这里故作镇定。沈瑶，你心里一定很慌吧？王爷他对你，他根本没有感情，他从未信任过你。等的就是王爷，本来想演一出投水自尽的戏码，既然你茉莉送上门来，那就换个剧本。就算王爷要杀了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出身寒微，能得到王爷的宠幸已是上天保佑，往后余生不能再陪伴王爷，死后我也会化为一缕风，吹过王爷的脸庞，为他驱散夏天的炎热。天啊，沈瑶你居然爱上了王爷！王府后宅，谁不知王爷是薄情寡义的男人？我曾劝你不做他的妾，可你还是飞蛾扑火。如今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，活该！王爷误解我，我百口莫辩。我死后，茉莉你要好好照顾王爷。我当然会好好照顾王爷，我不像你，只奢求王爷那点微薄的爱。我图的是王爷送给我的荣华富贵，将来我生下王爷的孩子，母凭子贵，一生平安。也许运气好，还能取代王妃呢。你怎能把王爷当成谋财的工具？死到临头还敢对我动手，看我今日不打死你！来人，把池塘里这贱妇拖下去，每日打20贯，直到打死为止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妾身知错了。王爷前来是想送妾身上路吗？一杯毒酒，还是白绫？是本王误解了你，从此以后，本王不会轻易被冲昏头脑。不能把他
它烧了，不能烧！本王福泽深厚，不需要遥遥替本王挡灾。上回春日宴，刺客差点刺伤王爷，妾身就想着，以后愿意时时替王爷挡灾，才偷偷刻了木头人。王爷这木头人烧不得，王爷这木头人烧不得。本王有豢养的虎卫保护，自然平安无恙。你以后不许做傻事。王爷竟质疑妾身对您的感情，我以后再也不要理王爷了。我这么爱你的钱，你居然敢质疑我的爱，我是真的生气了。好生照顾你们的主子。奴婢遵旨。听说了吗？神主子没有实行巫蛊之术，而是平安咒。我就知道，平安咒嘛，就是替王爷挡灾的岭南法术。还好王爷明察暗号，张主子真蠢，现在被关在柴房里挨打，还不许送药，恐怕撑不了几日了。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神主子回回都能化险为夷，宠爱更上一层楼？据说今晚王爷去琉璃阁又碰了一鼻子灰，神主子生气了，根本不搭理王爷。平安咒，据说是岭南一带的秘法，替人挡灾。这沈氏运气倒是很好，我本以为那木头人是茉莉埋的，若是那个被挖出来，沈瑶早人头落地了，算他命大。那沈氏对王爷深情，被王爷误解后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。王爷前去探望，吃了好几次闭门羹。你知道柳如烟当年是怎么失宠的吗？一个小小的侍妾，居然敢给王爷甩脸色，简直是在自掘坟墓。燕王眼下虽有愧疚，但他这般不识抬举，迟早耗尽男人的耐心。当年一个庶妃污蔑柳侧妃下毒，导致王爷误会了柳侧妃。后来查清真相，王爷自知理亏，前去探望柳侧妃。但是柳侧妃不愿意见王爷，久而久之失宠了。那不识抬举的沈氏也要走上柳如烟的后路了。王妃放心，等江南的叶姑娘来到燕京，就没有沈氏的事了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这漫漫长夜，心死已寂寥，爱得深，才被伤得深。那沈瑶不愿原谅王爷，我和他同路人。主子，当年您若是主动开门迎接王爷，原谅他的错，王爷也不会对您失望。为何我必须要原谅他？就凭他是王爷吗？对啊，就凭他是王爷。王爷已经知错，上门足足求了10次原谅啊！主子，你还不愿意见王爷？再深情的男人也会被消磨掉耐心。王妃和王爷才算夫妻，你一个侧妃哪里算夫妻？你想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当初就不该嫁入皇家啊！雪梅，你不懂我，我要的不是原谅，我要的是夫妻琴瑟和鸣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主子，王爷已经吃了3次闭门羹，您要不见见王爷？再拖下去恐怕不太好。不急，我自有打算。轻易原谅他，只会让他觉得我好拿捏，但一直端着，又会惹他生厌。这男人位高权重，哪能一次次向我低头？今天火候差不多了，该收网了。主子，您要奴婢寻的太监衣服拿来了。今晚王爷在书房，富贵总管亲口所闻，自然不会主错。今晚又要费心演一出好戏了，希望能一举拿下。
今晚若再去琉璃阁，十有八九又要吃绿门灯。这沈瑶看着柔弱乖巧，骨子里竟这般倔强，真是让人又恼又爱。王爷，解暑凉糕送来了，您尝尝。竟摔碎了碗，该罚。把你这小太监今晚留下来，好好陪本王解闷。妾身只是想念王爷爷，才偷偷过来探望。今晚才不理王爷呢。理不理，可由不得你。王爷欺负人！本王就喜欢欺负你。这沈主子看着柔弱，却能让一向冷面的王爷这般开怀大笑。这般懂分寸、会争宠的奇女子，注定是王爷心尖上的人啊。水，芳儿，给我水。主子，您想喝水是吗？是。好，芳儿，快给我水。奴婢自从来了蔷薇院，你每日对我非打即骂，克扣我的月钱，还逼我干那龌龊的恶事儿。我和翠儿每天都会来看你。等你死了，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乱杠，让野狗啃食。你来了，我落魄至此，只有你还记得我，我后悔了，当初我应该嫁给你。主子，刘侧妃来了。你在钓鱼？王爷最近喜食鱼，妾身想亲自为王爷钓上一尾大鱼。可怜的女人，完全被虚假的爱情迷惑了。将来你就会知道帝王家的男人有多无情。主子，柳侧妃来了。今日王府有什么事？这两人竟都出了门。王妃似乎有事，派人请了几位侧妃去昆玉院。原来是领导开会。沈瑶，你心里一定很苦吧？啊？我很苦吗？我咋不知道？每日如履薄冰，为了王爷那点微薄的爱，放弃了自己的喜好，放弃了自己的人生。我日子过得好着呢，金库满满，山珍海味，大房子住着，还有帅哥陪睡，这不挺好吗？你我都是可怜人，人生只似风前絮，欢也零星，悲也零星。沈主子，王妃有请。王妃让我过去吗？哼，那是自然，还请沈主子一步。领导开会，我一个小侍婢连上桌资格都没有，叫我去准没好事。沈氏，后日王爷去东山狩猎，你可愿意陪同侍奉？还以为多大事，原来是陪领导出差。还以为多大事，原来是陪领导出差。沈瑶，东山猛兽多，老虎、野狼很凶悍的。去年王爷带了个侍妾去东山，猛虎袭击营帐，那侍妾直接被吓死。沈瑶心系王爷，肯定愿意前去陪伴的。回王妃，妾身愿意陪伴王爷去东山狩猎。那此事便定下了，你回去好生准备。主子，这东山狩猎可去不得。5年前王爷营帐差点被烧，4年前马发疯，3年前狼群袭营，2年前吃毒蘑菇，去年猛虎袭击营帐。只有王爷会遇到危险。好像是一次是意外，4、5次绝对是人为。燕王是我的大金库，他要是死了，我这员工哪还有薪水拿？主子，咱们要不向王妃请罪，说您病着不能陪伴王爷。不行，我必须去。这帮女人居然没一个察觉到燕王的危机。燕王死了，他们能有好日子过？王爷，擦擦脸用膳吧。王爷，
擦擦脸用膳吧。妾身钓了一天的鱼，总算钓到一条大鱼。瑶瑶亲自钓的鱼。王爷想吃鱼，妾身当然要亲自钓呀。奉献必须大喇叭宣扬出去，哪怕我睡了一下午，也得说成工作一整天。东山野兽多，你一个娇弱女子，去了很危险。有王爷在，妾身什么都不怕。虎卫那么多，我怕什么？我只怕老板死在外面，断了我的财路。既如此，去了东山切莫乱跑。玉香，你随我去东山，把做凉糕冰粉的材料都带上。容嬷嬷、玉兰留在琉璃阁，每日的打扫、检查、花草修剪工作必须完成。吉祥得顺，把琉璃阁的2楼清扫出来，摆上家具。容嬷嬷，莫忘了去文庙给我母亲和弟弟送钱，我新做的一双靴子也给我弟弟送去。时刻观察王府内的动静，有什么情况记下来，等我回来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。第一次出远门，真新奇。那是朝阳公主的马车，也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的救命之恩。还有3个时辰才到东山，先小憩。妾身出府的时间不多，能看到这番大场面，很是新奇。这丫头胆子越来越大了。王妃，柴房那边的茉莉有情况。怎么，茉莉被打死了？无妨，找个草席裹起来，扔到乱葬岗。茉莉自称怀孕，奴婢刚才找大夫给她把脉，确实有1个月的身孕。茉莉运气倒是不错，有了这个孩子就能保住她的命了。沈瑶得宠几个月毫无动静，她才几次就怀上了。王妃，该如何处置茉莉？暂时停了她每日的棍罚，送回蔷薇院养伤。等王爷从东山回来，再请王爷定夺。菩萨庇佑，有了这个孩子，总算能堵住皇后的嘴了。嬷嬷，那茉莉真是命大，有了这个孩子，她以后还不得在王府横着走？咱们主子怎么办啊？王府后宅有子女的妾室也很热闹，你看他们得宠吗？且茉莉的身孕来得奇怪，她身子骨弱，王爷去她那里的次数不超过3次，哪有这么快怀孕的？可见有了孩子也不一定有恩宠，茉莉诞下孩子也没有资格抚养，只是为王妃做嫁衣。我们主子督促弟弟考取功名才是正道。嬷嬷，我还听说了一个小道消息，王妃提出从江南选了一个色艺居蝶的商女，那女子已经快到燕京了。你想办法打听那江南女子的背景，越详细越好。等我们沈主子归来，他有应对措施。玉兰姐姐，茉莉现在被接回蔷薇院，还怀了孕，我和翠儿可该怎么办呀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容嬷嬷也说这身孕蹊跷，你们莫要害怕，我家主子肯定会想办法保护你们。不过需要仪容展现出自己的价值才行。求玉兰姐姐指一条生路。你们伺候茉莉的时间长，她身体瘦弱，侍奉王爷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怎会轻易怀孕？玉兰姐姐，我想起来了，茉莉和王府里一个马夫是故友，那马夫还经常给蔷薇院送菜呢。茉莉前几日被王爷责罚，每日挨棍，漏洞这不就来了？沈瑶有了孩子，看你如何和我斗。小丽，你不是一直想扳倒沈瑶吗？我抓住她一个把柄，绝对能将她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他有什么把柄？难不成同我一样，也有和你一样的情郎？今早张武赶车送琉璃阁的容嬷嬷出门，看到容嬷嬷手里拿着一双男人靴子，悄悄走进京郊的文庙。张武在门口远远看了几眼，文庙里一个书生收下那双靴子，还把一封信交给容嬷嬷，让容嬷嬷转交给沈瑶，送男人靴子，那是私下定情。沈瑶居然背着燕王在外私通，我们这回一定要让沈瑶永远翻不了身。再往帐篷角落撒些驱蛇的刺鼻硫磺，驱蚊虫的艾草粉。是主子。大男人穿一身红，少了几分男人味儿。还是我家老板好，有安全感。二哥，一个女人伺候你哪够啊？琼枝，过去好生伺候二哥。妾身琼枝，拜见燕王殿下。一个伺候过他的女人，再来伺候我，恒王这是在故意打我的脸。王爷，恒王殿下慷慨，王爷自然要有所表现。不如这样，让琼枝把这份烤肉给恒王殿下送去，王爷觉得如何？老板被欺负，好员工当然要替老板出气，反打恒王的脸。照办。罢了，琼枝回来。王爷，妾身在这香囊里放了驱毒蛇的硫磺，驱蚊虫的艾草，还有几枚止血的丹药，万一出意外死了，我下半辈子的金山就没了，必须保护好。在营地等本王，本王猎几头鹿回来，今晚吃烤鹿肉。我二哥生性凉薄，怕是会辜负家人的爱意，要不来恒王府，本王保你富贵。恒王殿下说笑了，妾身还有事，先行一步。燕王他哥是太子，他妈是皇后，背景比你雄厚多了。我脑子进水了才跳槽。有趣的东西，等狩猎结束，本王也得找个这样的。燕云婷，你什么意思？生怕我欺负你的柔儿？柔儿这几日来了癸水，身子弱，你身为公主，莫要带头嘲讽欺凌她。燕云婷，你连谭太柔来癸水的日子都记得。微臣先行一步，还是那句话，请您莫要欺负柔儿。她来癸水，不能碰生冷的东西，若是不小心被您推下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主子，公主殿下的宫女来传信，说今日天气晴好，邀请主子去河边赴宴，赏山景。玉香，把做冰饮甜品的材料备好。主子放心，早就备好了。你要坐在这里吗？这里空着。一个靠卖弄姿色得宠的侍妾，
也配坐在我旁边，真是丢脸。沈瑶，你坐在孙夫人旁边。多谢公主。上次燕王府的春日宴，如果不是你拉了本公主一把，本公主早已命丧黄泉。沈瑶，你是本公主的救命恩人，敬你一杯。玉香，给我做一碗红糖凉糕，一碗薄荷西米冻冻。新产品问世，必须打广告。朝阳公主就是最好的代言人。等她吃开心了，我的瑶雪冰城就能开连锁店，赚大钱。沈娘子，你吃的什么呀？看起来很美味。这是我家乡的夏日冰饮，红糖凉糕，薄荷西米冻冻。孙夫人可要尝一碗？甚好。这个薄荷西米冻冻真好吃。沈瑶，本公主也要尝尝，两种都要尝。沈娘子，我也想尝一碗。出门匆忙，材料不多，若是各位不嫌弃，每人可以尝一小碗。这叫饥饿营销，越吃不够，越想吃。不用给谭台柔，她不能吃。他就是故意羞辱我。我的手艺不行，听闻燕京已经有家制作此类饮品的甜品铺子，即将开张营业。诸位若是感兴趣，可以回燕京城寻找。下月本公主生辰，必定请这家甜品铺子的厨子为宾客制作冰饮甜品。活招牌绝不能死在这儿！马上搜，一定要把那只逃跑的毒蛇抓住！危急时刻，只有你们二位敢冲上来救我，此恩朝阳必报。公主殿下，臣妇见过这种小蛇，此蛇并非野生，乃是家养。家养毒蛇？燕王前几年也总遇到危险，这两条蛇会不会是冲着燕王来的，阴差阳错袭击了公主？若是被这毒蛇咬伤，可有救治方法？臣妇出嫁前偶遇了莫神医，他送了臣妇3颗解百毒的丹药，臣妇送公主1枚。你为何会练字？王爷每日都要查看妾身的练字进度，老板查岗，员工必须努力啊。你给谁做鞋子？夫君在边关征战，靴子磨损，臣妇想多做几双耐穿的靴子，遣人送去。若是燕云城愿意娶我，我也愿意陪他练字，给他做靴子。世上男儿多俊秀，总有比燕云城更好的。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。公主殿下，已经抓到逃走的毒蛇，毒蛇咬伤一个樵夫，已经被樵夫打死。把那樵夫带进来。云儿，把解毒丹药给樵夫服下，再让禁军把他送回家。公主，解毒丹药难得一求，那樵夫命贱，把药给他实在浪费。毕竟是一条命。那2条五步蛇是为了毒杀燕王，你居然用它毒杀一个小小的朝阳，还失败了。我知错了，明日还会再安排一场刺杀，抓住机会，一击致命。明白。
好他健全回来了，不然我得准备跳槽了。王爷，您可算回来了，妾身一直担心您。莫担忧，本王无碍。王爷好厉害，妾身从未见过这么多的猎物。今晚吃烤肉。好呀，妾身烤肉的手艺堪称一绝呢。瑶瑶，好香的烤肉。元景，姑看这烤肉甚是不错。兄长，太医说了，您的病还未好全，饮食需清淡，少油腻。这是妾身家乡的烤肉做法，王爷您尝尝。美味。不过是寻常烤肉，本王又不缺这一口。这香味简直要命！二哥到底从哪儿找来这等尤物，还会烤肉？要不在燕京开个烤肉店，肯定赚翻。王爷，您回来啦。甚好。妾身再练上3、5年，一定能成为书法大家。王爷，妾身的小弟也写的一手好书法，不过他写的字工整，不似王爷这般凌厉浑厚。瑶瑶的弟弟多大了？已经18岁了，还在文苗读书。妾身前段日子给王爷做靴子，用剩下的边角料也给弟弟做了一双靴子呢。哪有用边角料做靴子的道理？那可是你亲弟弟。哼，妾身的弟弟皮糙肉厚，能穿新靴子已经抬举他啦。哼，在他心里，果然我才是第一位。报！太子殿下，燕王狩猎途中遭野猪警取袭击，马匹受惊失踪。全山地毯式搜查。野猪袭击，万一他真死了，我下半辈子的金山就没了。留在王府肯定没好下场，不如假死跑路。留在王府肯定没好下场，不如假死跑路。山里野兽横行，主子，咱们还是在营地等吧。不行，我必须去找。准备齐全，要是死讯传来，我就跑到悬崖边，扔下一片衣角，假装殉情，然后远走高飞。要是他平安归来，看到我冒险找他，定会感动得痛哭流离。还好每天锻炼身体，不然小命不保。这女人竟然杀了一只野猪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给恒王殿下请安。你刚才杀了一只野猪。恒王殿下看错了，可怜的小野猪不小心撞到树上，把自己撞死了。恒王殿下看错了，可怜的小野猪不小心撞到树上，把自己撞死了。你当本王眼瞎吗？哼！二哥失踪，你竟在树下睡觉。恒王殿下看错了，妾身在四处寻找王爷，并未属下小妾。是王爷回来了吗？他会骑马。前2日二哥教他时，他明明连马都上不去，好深的心机。二哥这小侍妾，真是有趣10分。太好了，
我的金库还在。王爷，您可算回来了！本王无碍，倒是瑶瑶，你不该冒险出去寻找本王。我早知东山有刺客，故意脱队引蛇出洞，一切尽在掌握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娇弱的小妮子竟然不顾危险，满山遍野的找我。王爷是妾身的天，若是今日王爷出事，妾身自当随王爷而去，绝不苟活。我都说要殉情了，感不感动？开不开心？老娘这演技简直无敌了！这女人简直是个绝顶戏精，她好会演。二哥，你小心些，你这侍妾可会演了，刚才还杀了一只野猪呢。三殿下在说什么呀？妾身听不懂。东山刺杀，你最好没有参与。二哥，你这可就错怪弟弟了，弟弟要杀你也是正大光明的杀。我忽然很好奇，将来有一天，二哥发现他这朵娇花一直有2副面孔，会是什么心情？那场面一定精彩极了。这满园的美色，美则美矣，却毫无灵魂。看着这蔷薇，倒是让我想起沈瑶那个泼辣的小狐狸。不如我也找个差不多的解解闷儿，再去给本王寻个新侍妾。不知王爷想要哪种女子？相貌要美，腰要细，要会演戏，戏子伶人，好找。精通骑马，还必须会烤鹿肉，手艺超过厨子。哦，对了，还要会杀野猪。王爷，这找不到，拿头来见本王。老奴这就去找。燕王最大的优点就是慷慨，一言不合就送钱送珠宝，我太爱他这份大方了。主子，有几件事。第一件，茉莉怀孕，已经被接回蔷薇院养胎。第二件，奴婢前几日奉主子的命令去门庙，察觉到有人在跟踪奴婢。第三件，王妃派人从江南挑选了一个商户女，那姑娘已经快到燕京了。先谈第一件事，茉莉怀孕，王爷去她那里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她那纤瘦的身板竟能轻易怀孕。主子，奴婢和容嬷嬷也觉得可疑，所以奴婢和蔷薇院的芳儿翠儿合作，偷偷查到了真相。茉莉肚子里的孩子是马夫三郎的，她受不了寂寞，想利用这个野种翻身。主子，咱们把此事揭出去，茉莉绝对翻不了身。现在还不是揭穿她的时机。我已经在备院，孕期绝不能留隐患，伪君子难防，阴狠的小人更难防。茉莉必须死，但要死得干干净净，绝不能反咬我一口。我要做最周全的准备。再来聊第二件事。当日送奴婢去坟庙，主子您的弟弟写了一封信，托奴婢转交。奴婢拿着这封信时，那马车夫看奴婢的眼神很不对劲。容嬷嬷，我等会儿写一封信给弟弟，你明日再去坟庙一趟送信，看是否有人跟踪你。是。王妃从江南选了一个姑娘，可有她详细信息？王妃选个社会底层的商户女来，摆明了是看我得宠太久，没怀孕，想找人分我的宠，又怕新人威胁到她自己。新员工抢业绩，那就来呗，大家各凭本事。主子，奴婢打听得很详细，那商户女名叫叶秋霜，家族是做丝绸生意的，她可怜得很，家族没落，她哥哥又把家产输光了，全靠她一个人翻红了生意。她容貌美丽，一手琵琶名动四方，为了家族才来为妾。主子，她若是来了，肯定会不宜急政争宠的，万一她提前怀孕，您的地位就……叶秋霜很擅长经商。
据说叶家濒临崩溃，是他力挽狂澜带上正轨的。他对叶家有功，却被叶家抛弃了。真是打瞌睡有人送枕头，我的甜品铺子正好缺个优秀的掌柜，这不就来了？你找人在暗中盯着，一旦叶秋霜来燕京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优秀的现代老板绝不会亏待干活的员工，有赏有罚，大家才有动力内卷。哼，这老刁妇，准是替沈瑶给他那野男人送信的。明日清晨，我家主子要去白虎观上香，记得今晚把马喂饱。奴才定会喂饱马匹，明日好好为主子赶车。以后好好为我家主子赶车，自有你的好处。谢谢容嬷嬷。去白虎观上香，怕不是要去私会情夫吧？日夜牵挂，忧思难眠，遥祝卿平安。莫非真是写给沈瑶的情书？这下可让我抓着把柄了。我都怀孕了，为何王爷不宠我？连点赏赐都没有？难道是沈瑶那贱人拦着王爷？这沈瑶太蠢了，我一定要把她踩在脚下。王妃，蔷薇院的张氏来了，让他回蔷薇院养胎。哼，张氏自称有大事要禀报王妃，不如咱们见见。他能有什么大事？想来也是一些无聊的后宅斗争罢了。张氏何事来寻本王妃？回王妃，妾身告发沈瑶私通贿乱王府，罪不容诛。回王妃，妾身告发沈瑶私通贿乱王府，罪不容诛。张氏，你可知污蔑他人，后果很严重。王妃，妾身不敢妄言。当初妾身和沈瑶同为丫鬟时，他就已经和一个青年男子私下定情。后来他当了王爷的侍妾，依然藕断丝连，时常派容嬷嬷给那男子送情信、送靴子。妾身还得知，明日沈瑶借口去道观上香，实则暗中和情郎相会。王妃若是不信，明日派人跟踪沈瑶，就知道妾身所言非虚。你确定和沈氏见面的男子是他的情郎？妾身以腹中孩儿发誓，妾身绝没有说半句假话。刘嬷嬷，你觉得张氏的话是真是假？是真是假，明日派人去白虎关查查便知。沈氏得宠时间久，至今没有怀孕，白白占据了王爷的时间，此女实在不宜久留。是啊，沈氏得宠的时间确实不短了。王爷现在连白天处理公务都往琉璃阁跑，哪怕是当年盛宠的柳如烟，也远不如她风光。若得宠的是高门贵女也就罢了，可她偏偏是个出身卑微的农家女，我绝不容许一个农女踩在所有人头上。我巴不得她永远怀不上，永远失宠。王妃娘娘，妾身希望明日能出府，前往白虎关为王爷焚香祈福，愿王爷岁岁平安。难为你一片初心，去吧。主子，茉莉上午来过昆玉院。那咱们就演一场好戏。我想平安生下孩子，茉莉那蠢货不足为虑。最大的蓝芒谱就是王妃。她表面人淡如菊，骨子里却奉行自我之上人人平等，自我之下尊卑分明。她打心眼里瞧不起我。此番我非要借王爷的手，狠狠敲打他一番不可。沈主子，朝阳公主特意派人给您送了此等好礼。公主说，东山遇险，多亏您奋力拯救，先送些寻常物品，过段日子亲自登门拜访。送钱的朋友便是好朋友，玉香玉兰，快收下。沈主子不仅有王爷独宠，如今更搭上了朝阳公主的门路，靠山真是越来越硬了。沈主子不仅有王爷独宠，如今更搭上了朝阳公主的门路，靠山真是越来越硬了。王爷何时归来？王爷近2日忙着彻查东山刺客之事，
明日下午归来。还好没有错过。王爷在东山遇险，我家主子实在担忧，打算明日上午去白虎关为王爷求张平安符。白虎关距离文庙不远，主子再顺路给他弟弟送些夏日衣裳。沈主子真是有心了。满王府的女眷，也就沈主子最心疼王爷。顺道去看看苦毒的弟弟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在弟弟眼里，我可是个在王府吃不饱穿不暖的受气包，穿得太好，戏可就穿帮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财神老祖快显灵，保佑戏女沈瑶事业有成，顺利退休，一生富贵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显显灵，保佑燕王李元景平安顺累，不求长命百岁，但务必要活到我退休后再死啊！若不是沈氏把1个月的银钱给我，我才不会带你来见他。最多1炷香，我就要带沈氏回去，抓紧时间。三姐姐，三姐姐，你又瘦了，脸色也不好。修明，王爷赏了我2匹布，我连夜给你和娘亲做了几件衣服，你拿回去。三姐姐身陷火坑，竟然还记挂着我和母亲，我绝不能辜负姐姐的关怀。都长大了，怎么还像儿时般爱哭？姐姐受点苦没关系，姐姐只希望你能人头落地，哦不，出人头地。哎呀妈呀，戏眼太足，差点说错台词。沈氏，你竟然敢私通外男！来人，堵住这对狗杂女的嘴，拖回王府！你们误会了，她是我姐。麻烦了，早知道我今日不该冒险出来，今日不该冒险了，跟我家弟弟，咱们被人诬陷了，我实在思念母亲与你，今日存了侥幸心思。权贵手段竟如此歹毒，我定要变强救姐姐。奴婢一路跟随，亲眼见沈氏和此人拉扯，此人脚上的皮靴正是出自沈氏之手。此皮革乃王爷赏赐，竟敢给旁人做靴子，找死！王妃明鉴，妾身只是给修明做了几件衣物。哼，备好白绫毒酒，等王爷定夺后，送2人上路。你误会了，此人是妾身弟弟，妾身被人诬陷了。亲弟弟，沈瑶有个亲弟弟。当初妾身出王府探亲，还是王妃您亲口允诺的。妾身出身贫寒，挂念弟弟，才偷偷出王府探望，谁知竟被误解了。沈氏，此话当真？妾身不敢撒谎。糟了，我被嫉妒蒙了眼，竟差点犯下大错。我这把老骨头为了王府跑断腿，还得给不理庶事的王妃收拾烂摊子。沈瑶可是王爷的心尖宠，绝不能出事。这不是沈主子的弟弟吗？怎会在这里？王妃，其中怕不是有什么误会。富贵总管，您认识沈主子的弟弟？那是自然，偶然见过2面。张氏蓄意构陷，本王妃会替你找回公道。来人，给沈氏的弟弟松绑。本王妃执掌中妇，竟被小人利用，差点害了你。
你深得王爷宠爱，未来的日子还长，想来也能体谅本王妃的难处。你先送你弟弟离开，外男刘府会惹妃奔。妾身明白。你先送你弟弟离开，外男刘府会惹妃奔。妾身明白。三姐姐，他们简直是欺人太甚。三姐姐在王府过得该有多苦啊！你好生保重，以后姐姐不能再给你送靴子衣服了。你快走，王妃的人还在盯着。三姐姐，我这就回坟庙苦读，来年春闱一定给你当靠山。主子，您为何会主动道出您弟弟的身份？若是等王爷回来再讲，王爷定会震怒，严惩王妃。王妃堵住我弟弟的嘴，没有堵住我的嘴。我若是故意隐瞒，等王爷回来，王妃就会发现我在算计他。我羽翼未丰，现在还斗不过王妃。除了贵妃和恒王，实在想不出有谁想要杀咱们兄弟。兄长，刺客的事交给我来处理，你先养好身子。小病没有大碍，咱们继续用膳。兄长，汤泡饭对胃不好，以后还是少这样用食。远景，你以前可不懂这些，哪里听来的？瑶瑶告诉我的，她说汤泡饭加重脾胃负担，容易引发胃疾。哈哈哈，你这侍妾道情深。东山狩猎他不顾危险寻你，你既宠他，就莫要让他受伤害。他居于王府，住在我眼皮子底下，不会出事。当年我也以为太子妃很安全，直到她被害早产，我才明白后宅女子的狠毒。远景，切莫小瞧了后宅的手段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莫非午觉睡过头了？王爷，您回来了。手腕怎么红了？上午妾身去白虎观祈福，可能是被树叶划伤的。王爷，妾身给您求了一道平安符。这分明是粗糙绳子死死捆绑留下的勒痕。王爷，王妃求见。这副惊恐无助的样子，简直像极了我小时候那只被生生虐待致死的小狸花猫。瑶瑶，陪本王去主屋看看。这二人是谁？我还以为沈瑶会趁热打铁告状，看来她胆子小，成不了大事。回王爷，此女是蔷薇院的茉莉，旁边是王府马夫三郎。贪慕虚荣，狡猾阴毒，就算怀了孕，我也懒得搭理。他竟然连我的脸都没记住，就算沈瑶倒了，我真的能得宠吗？来人，把丫鬟芳儿带进来。芳儿，把你今日告诉本王妃的话转达给王爷。奴婢告发茉莉私通，秽乱王府，罪不容恕。茉莉妒忌沈主子得宠，今日还诬陷沈主子，幸亏王妃明察秋毫，才还了沈主子清白。王爷莫要担忧，王妃明察秋毫，已经还妾身清白。王爷明鉴，妾身腹中的孩子真是王爷的。王爷，奴婢屡次看见马夫三郎进入茉莉的房间，两人暗通拐曲。王爷，妾身是清白的，看在胎儿的份上，求王爷明察。是真是假，送去虎卫的刑堂一审便知。上位者从不屑于蝼蚁之间的争执，上位者从不屑于蝼蚁之间的争执。王爷英明，天色已晚，程季和程真放客归来，妾身先行离去。这两人既死，沈瑶也不敢告状，我便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母后今年身体一直不适，王妃应当抄3卷佛经，明日给母后送去。他猜到了，
他在惩罚我不辨是非，苛待妾室。妾身明白。王妃，王爷这是在给您警告呢，会不会是沈瑶故意怂恿，暗中告状？那沈瑶鼠目寸光，哪有这本事？王爷他只是厌弃我了，以后莫再管琉璃阁的事。她出身卑微，就算怀孕生子，也永远威胁不到我的地位。有了后宅女子的狠毒，皇兄的话果然没错。王爷，今日的事情查清了，沈主子去白虎关求平安符，顺道给弟弟送衣裳。王妃听信茉莉谗言，误以为沈主子私通，派人把他和他弟弟五花大绑关进柴房，后来真相大白，才松了绑。沈瑶出身寒微，根本构不成威胁。王妃竟然毫无主母风度，故意针对一个小侍妾，失败还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这么晚了，王爷还没睡？刚忙完公务。王爷，妾身想要一个孩子。为何会这样想？若是将来妾身不在了，也能有个孩子陪在王爷身边，王爷看到孩子就不会忘记妾身了。我要升职加薪，稳固地位，当然得要孩子。以后你出府探亲，无需向王妃申请，只需告知富贵，本王再派2个虎卫值守琉璃阁，护你安危。太好了，以后出门不用打报告，还多了2个保镖。遇到王爷是妾身前世修来的福。一个孩子哪里够，多生几个。母妃，孩儿好困，孩儿和弟弟想回屋睡觉。我能熬夜写佛经，你们为何不能背书？此次国子监大考，你们若是不能拔得头头，对得起我的付出。听母妃的话，母妃不会害你们。如果不是为了抚养你们，母妃怎会被你们的父亲厌弃？母妃如此辛苦，还不都是为了你们？王妃，天晚了，您先回屋歇息。茉莉如何？没挨过今晚，2人都丧命了。据说那茉莉死前嘴里一直喃喃后悔2字。死便死了，还有新人接替。江南来的叶姑娘2日后到，那姑娘才貌双全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为了家族，她肯定会和沈氏斗得你死我活。斗吧，本王妃不会再干涉。瞧，花开了。人生就如这昙花，开片刻，爱半生。你看那死亡的茉莉，她的一生不就是昙花吗？是，我好累，冬天带我赏梅冻个半死，夏天带我赏昙花喂蚊子。我记得很久以前，王爷也陪我夜赏昙花。是啊，然后王爷说昙花可以做排骨汤，你气得半个月没理他。主子，东宫那边传来消息，南枝小主子想您了。太子妃将南枝养得很好，她迟早会忘记我这个生母。6岁的孩子不会懂什么叫思念。小主子当年哭得多惨，你忘了？这2年你一次都没去看过。花开花落终有定时，母女夫妻更是如此。雪梅，昙花谢了，咱们回去吧。玉香，和内务府那边说声，换张结实的床。奴婢这就去办，这次一定换最结实的床。我得备孕，也得给燕王补补。玉兰，今晚王爷来琉璃阁用晚膳，你去后厨那边，让他们用生蚝、黄骨鱼、枸杞、虾仁、
南瓜、羊肉和韭菜，做几道好吃的菜。好嘞，奴婢这就去办。茉莉死了，王妃不敢再惹我。弟弟也发现图祥了，我还得了2个免费保镖，出门做生意也不用报备了。这波血赚！容嬷嬷，王妃今日去皇宫了。王爷惩罚王妃抄写佛经3卷，今日送去皇后宫里。看时辰，王妃应该到皇宫了。要想在王府站稳脚跟，婆媳关系也很重要。哪天燕王找新欢，有婆婆撑腰，我也能屹立不倒。容嬷嬷，你同我讲讲皇后。皇后和王妃关系可好？皇后来自名门望族谢家，御下极严。前些年待王妃还算宽容，只是最近2年，王妃时常遭到皇后的斥责，因为王妃疏于持家，没尽主母之责。跪下！母后，澹台淑妍，你跪下！前几年还对我宽和，这2年为何回回苛待我？你身为燕王府的主母，一个侍妾在你眼皮子底下和马夫私通怀孕，你是要满燕都都来嘲讽燕王吗？哼，那沈氏深得燕王宠爱，被诬陷私通，本宫不信你看不出蹊跷，本宫不信你看不出蹊跷，可你竟故意掩盲，妄图置人于死地！母后恕罪，是儿臣的错。从此以后，儿臣不会再涉妾室的斗争。你是主母，王府的田产铺子你一概不问，半个春日宴还混入刺客。太子最多还有3年寿命，将来继承大统的只能是元景。你这种咸鱼摆烂的性格，如何能当皇后管好后宫？母后，儿臣确实没有管好王府，可儿臣把成绩和成绩教养的极好。孩子天不亮欠起床读书，深夜还在背书，小小的年纪隔3差5生病，这叫养得好？澹台淑雅，你迟早会害了2个孩子。你去外堂跪着，想想你错在哪里，跪到晌午才准回王府。当年就不该挑选澹台淑亚当元景的妻子。娘娘，这并不是您的错，您为太子和燕王安排好了一切，只是没想到太子的身体。本宫更对不起元景，这些年心思都在太子身上，没给元景太多关爱，却把庆国的未来压在他肩上。他渴望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的人。被诬陷的沈氏在东山狩猎中又一次救了朝阳。朝阳生辰宴，本宫想见他。娘娘放心，生辰宴已经邀请沈氏了。主子，有叶姑娘的消息了。她昨晚抵达燕京，如今暂住在望舒客栈。只要钱给够，皇上秋裤颜色都能打听到。很好，玉兰，你同富贵总管说一声，我要出王府探亲。连个停车位都没有，要是我开个客栈，绝对会规划足够的停车位。对啊，除了甜品铺，我还可以开酒楼客栈，互相引流。主子，奴婢提前打听到了，叶秋霜住在天字1号房。按照您的吩咐，燕王府后宅的一些事已经故意传入他耳朵里了。甚好，咱们直接上楼找他。直接上门找吗？对，招募新员工一定要有诚意。也不知入了王府，还有没有机会喝上家乡的茶。小姐，燕王妃对咱们隐瞒了许多事，奴婢打听过，燕王生性凉薄，见一个爱一个。
前几日有个侍妾犯错，竟被活活打死，那燕王府简直是魔窟。我知道燕王妃用心不纯，可我已经是叶家的弃子，没有退路了。你们是？我来寻叶姑娘，给她指一条生路，让她进来。这位夫人，您是？我是燕王的侍妾沈瑶。我初来燕京，没想到燕王的侍妾居然主动上门挑衅。实话告诉你，就算你进了王府，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与其让你一生埋葬在王府，不如我给你指出一条生路。茶香清雅，在燕王府没有恩宠便不能存活。你将来若是进了王府，恐怕很难再喝到地道的江南白茶了。你怎知我不会得到王爷的宠爱？我皮相尚可，腹有诗书，王府色艺双绝的侍妾很多，不差你一个。这优秀的员工，我挖定了。这优秀的员工，我挖定了。你到燕王府当侍妾，说的好听点叫为家族谋出路，实际你很清楚，你是叶家的弃子。我听闻你颇善经商，把濒死的家族生意盘活。叶家卸磨杀驴，说女人不能做生意，把你辛苦经营的店铺霸占。你甘心吗？是啊，我很不甘心，可那有什么办法？就因为我是女子，所以我不能经商。燕京繁华，女商极多，你何不在燕京开个铺子？哪有这么容易？燕京寸土寸金，我身无寸金。我在燕京租了一个甜品商铺，材料门面全备好，只差一个管理一商当掌柜，招募员工，统筹策划，每个月给你5两月银当薪资，此外还有分红。到时候你再也不用被困在后宅，可以畅快且自由的活着。好丑的字。字的美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内容。盈利方式、员工穿着、利弊分析如此清晰，夏日炎热，这甜品绝对有市场。容嬷嬷，把薄荷西米冻冻和红糖凉糕取出来，给叶姑娘尝尝。放心，我没下毒。放心，我没下毒。好吃！这甜品若是流传开来，必定火爆燕京规格。你可以先来店铺当1个月的掌柜，若是1个月后你选择放弃，照样可以回王府当侍妾。你容我考虑一日，考虑好了，我会派人给你送消息。这是甜品铺子的门钥匙，你今日可以去查看。我给你最大的自由，你可以放心开店。你哪来的钱做生意？燕王赏的，你的银钱来自燕王。若是哪天你失宠，店铺岂不是断了银子来源？既然身在王府，必然会争宠；既然争宠，我必然会寻求专宠。等我羽翼丰满，自己就是最大的靠山。时候不早，我要回王府了。你既然如此有生意头所，为何要入王府当侍妾？一生被困在王府，你又能得到自由吗？自由是相对的，困住我的不是王府围墙，而是这个时代。种菜、练字，起码都用过了，接下来该发展什么新才艺呢？不如唱歌。我唱一段曲子，你们评价下我的曲艺水平如何？主子声音这么甜，唱歌肯定如天籁。良辰美。